这些年来，无论市场怎么变化，古偶剧其实一直都是市场上的刚需内容。虽然这些陆续播出的影视剧内容各自良莠不齐，但仍旧有许多观众对此保持期待。这有点像好吃的辣条，明知道不是什么健康食品，但耐不住想吃一包过嘴瘾。而不同的古偶剧中，他们的制作也有明显的路线区别。一些大制作、大 IP 的古偶剧往往会杂糅其他类型，比如玄幻、武侠，并希望在主题上有更深刻的表达。另外一些中小成本的古偶剧基本上走甜宠剧路线，以撒糖为第一要义。赵露思、徐开闢领衔主演的《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是国内第一部定义为校园古装练堂剧的作品，名字稀奇古怪，但通俗来说也不过是涂装甜宠剧罢了。在未开播时，不少观众对这部剧还是有点期待的，毕竟是甜宠剧新花旦赵露思的新作。去年她相似风格的《传闻中的陈芊芊》获得不少好评，但抱有高期待的观众可以死心了。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可能会成为赵露思主演剧集里口碑最差的一部。古偶剧的雷点她一一踩到了，就连被看好的赵露思也在这部剧中暴露了她的局限性。这里是于姐，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这部剧会让人如此失望透顶。一、剧情又扯又乱。甜宠剧的基本法是磕糖为主，剧情为辅，所以观众对甜宠向古偶剧的要求并不高，剧情漏洞往往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不是说剧情无关紧要，而是说剧情是一个大背景，它的主要功能是以明白小畅的起承转合为男女主角撒糖制造完美契机，所以剧情是否流畅顺滑可以决定甜宠剧的糖度。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则成了负面案例。故事设定在宋朝，太尉之女桑琪为了完成哥哥遗志，进入国子监成为首位女弟子。在此之前，国子监本是只有名门贵族的男子才能进入的，而女主作为一介女子，想要进入自然是难上加难。在于姐的想象中，女主应该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费大量时间才能就读的才对，但编剧却偏不这么写。在剧中，女主为了进入国子监，只是单纯的去求了求父亲，再由父亲去求了求皇上，这么一件与纲常相关的大事就直接被一道圣旨办了。女主参加的家试也是临时抱佛脚，轻松通过。明明背负着逝者遗志，却没见她正经念过书听过课，光是给男主送荷包就送了3集。然而剧情简介里写着，最终男女主实现了国子监广开门庭，男女平权读书的理想。我寻思大清亡了那么多年，到现在男女平权这事都没弄明白，你们在大宋糊弄几集就平权了？女性题材平权话题不是这样被玩弄的。而我们的男主角则是在国子监授课的司业，名叫晏云之。两人相识后便互生情愫，携手查旧案除奸佞，之后更是上演了一场同门之恋。校园元素、师生恋、万草丛中一枝花都是古偶剧的常见元素。朝堂阴谋、权力争斗、家国天下也是古偶剧里升华男女主角爱情的惯用手法。国子监的故事框架其实并没有大的问题，但执行上出现了大问题。它的剧情不是平顺的、可预期的，而是想到哪儿是哪儿的乱来。比如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主要功课是学儒家经典、治世明经，剧中倒没看到大家在学习，而是在忙着摸索办案。例如在第4集中，城里发生了一起案件，在现实中这本应该是衙门该管的事，但在剧中却是由国子监的晏云之去现场勘察。好家伙，你能想象清华北大的校长和教导主任天天跟派出所刑警队抢活干吗？而不出意料的是，这案子又跟女主哥哥被害案扯到一块儿，紧接着更是有人给女主投毒，中毒症状跟她哥哥一模一样。看到这里，其实完全可以想象，编剧本心是想下一盘大棋，给剧集制造一点悬念什么的。但对此大多数观众毫无兴趣，因为它既不是御赐小仵作这一类凸显悬疑特征的探案剧，更何况剧中的一些推理幼稚，十分可笑。观众对此更是直呼，这犯人在柯南里都见不到小五郎，因为在作案的时候他就被捕了。喜剧、校园、探案等元素一锅乱炖，完全搞错了观众对一部练堂古偶剧的期待。但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却对此乐此不疲。在之前的案件都还没搞明白下，就又冒出个西招组织。为此，主角团更是在男主的二叔拜师学艺，剧情上又是扯了好久。观众看的时候还得费点脑子，不是因为它烧脑，而是因为它够乱，剧情线完全提供不了合理的支撑。爱情戏方面，作为一部古偶，男主角实在不算很帅，自夸时毫无说服力。
两人在第1集就有了亲密接触，男主拧女主的脸蛋。如果是其他 CP， 可能这就是甜甜的糖了。但对于这俩刚见面的男女，很快成为师徒的组合来说，这个动作只能彰显男主的油腻和女主的瞪眼以及浓重的睫毛膏。男主办案时让女主趴在桌子上扮成尸体，而赵露思对此毫无异议，甚至自愿配合，任由男主摆弄。这些戏份丝毫与撒糖无关，甚至有一点诡异。之后在男主第1次英雄救美时，虽然能感觉两位演员已经很尽力了，但却丝毫没有给人组 CP 的冲动。整个故事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各色人物随便出现，想编到哪儿是哪儿，然后再点缀男女主角的糖，相当于观众在一堆无聊的废戏里找难吃的糖。2. 制作与表演的不思进取。制作层面上，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则给观众一种古偶剧再这么拍下去就要完蛋了的危机感，太糊弄了。有粉丝会说，这剧像是花了不少钱拍的啊，一些置景很不错啊。花了钱不代表就认真，故事以宋朝为背景，但从美术置景到服化道再到礼仪，到底有哪一点像宋朝了？更像是各种朝代的元素混搭，却很难说是哪个朝代的，而是市面上古偶剧里常见的那种崭新的塑料感。真的还不如把背景改成架空。古偶剧的服饰造型越来越丑，古偶男主越来越丑，这些已经是古偶剧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国子监造型的敷衍程度却还是让人吃惊。麻烦观众猜猜看，赵露思这造型这发色是出现在古装剧还是当代剧？台词里家访都冒出来了，我甚至怀疑这是哪家的酒店。因为成本和工作人员有限，制作上的一些粗糙有时也可以原谅，但国子监这明晃晃的一堆工作人员出镜，只能说后期太潦草了，仿佛根本没人在乎。最后来说说赵露思哦，我的皇帝陛下，天雷一步之春花秋月，3000压杀，传闻中的陈芊芊，我喜欢你，一不小心捡到爱等一系列甜宠剧下来，赵露思在甜宠剧市场里站稳脚跟。她饰演的女主角基本是同一类型的，可爱洒脱豪爽，有点小野蛮和小迷糊。赵露思的个人形象也非常讨喜，圆圆又肉嘟嘟的娃娃脸，可爱又元气，跟角色的气质相匹配。但长期在演技的舒适区里，对赵露思也是一把双刃剑。优势是她已经形成甜宠剧的标签，如果有好的剧情做依托，比如在遇到传闻中的陈芊芊这样的好剧本，她有可能大爆一回，从中小成本女一走向1线剧集女星。红了之后，剧本选择多了，再慢慢拓宽戏路。她在《长歌行》里虽然是女二，但表现获得了一些赞誉，至少跟以往的路数有所不同。危险性在于，如果她一直在糟糕的剧作里打转，那么她一成不变的人设和演法，就会在糟糕的剧情衬托下显得自我重复，不思进取，观众难免会审美疲劳。国子监就加剧了这种负面效应。赵露思的表演还停留在很原生态的阶段，即喜怒哀乐表情做到位，并根据剧情的轻喜剧风格，把表情的幅度放大，稍稍显得夸张。如果剧情是成立的，那么夸张的演法与剧情的风格能够歪打正着的相匹配。可一旦剧情荒腔走板，夸张的演法也就显得装疯卖傻。这部剧它用了原声，有点哑和含糊，跟其他演员的专业配音放在一起有点突兀，也影响观感。赵露思之后有2部大剧，一部是和杨洋主演的《且试天下》，一部是和吴磊主演的《星汉灿烂》，能不能升咖进阶，就看这2部里能不能改了。有必要再强调一遍，虽然说古偶剧是市场刚需，但不代表它可以随便应付。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已经不是拍的差的问题了，敷衍糊弄，完全看不出职业性、专业性，更别提什么诚意。古偶剧如果照她这样拍下去，真的会完蛋。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欢迎点赞评论，这里是于姐，我们下期再见。